情人节这天，丈夫利亚姆说想尝试点刺激的，带我去了一家沉浸式角色扮演俱乐部。分配给我搭档的 NPC 非玩家角色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孩。她和我丈夫演亲密戏份时，哭得泪流满面。我起初以为只是演技逼真，可她的哭喊里藏着真真切切的求救。新年刚过没多久，情人节就到了，这天也是我和利亚姆结婚5周年的日子。别的夫妻结婚后，日子大多变得平淡，我和利亚姆却还保持着恋爱时的激情。能维持这份热度，秘诀有2个，一是有钱，二是我们对新鲜感的追求，尤其在性生活上。我们俩都喜欢刺激的生活，习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暂时没打算要孩子。但我快30岁了，身体渐渐透出疲态，他的欲望却依旧强烈。那天我下班回家，在厨房做饭，他松了领带，从身后暧昧地搂住我的腰。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他最清楚我的敏感点，没几下我就被他聊得没了抵抗力。宝贝，今晚带你去个地方，你肯定喜欢。他贴着我耳朵，语气带着坏笑。我红着脸点头，突然想起件事，转头问他，对了，利亚姆，你妈今天打电话了，说羡慕别人抱孙子。我们都30了，我其实不反对要个孩子，要是你想。我不想要孩子。他立刻打断我，语气里带着点不耐烦，亲爱的，之前不是说好了，过几天你去装皮下埋植避孕剂吗？这事定了没？利亚姆说的皮下埋植是把含激素的装置埋进女性胳膊皮肤下，能长期避孕。我之前提议让他做输精管结扎，他却说那会剥夺他的男性快感。我其实没打定主意一辈子不生孩子，所以对埋植避孕一直犹豫。知道了，我保证这几天就去医院预约。我不情愿地点点头。他一下子兴奋起来，抱着我亲了一口，催我赶紧收拾，好出门一起过情人节。利亚姆说的地方，开车整整走了1个半小时，在离市中心很远的娱乐区。晚上9点，那里的霓虹灯格外晃眼。一进门，一个女招待笑着递给利亚姆一个号码牌，赖特先生，您来了。女招待熟络的样子，倒像是早就认识他。难道我丈夫以前常来这儿？见我疑惑，利亚姆解释说，为了给我这个情人节惊喜，他提前来踩过点。这是我第2次来，就想让你也体验下。他兴奋地捏了捏我的手。听工作人员介绍，我才知道，这是家沉浸式角色扮演俱乐部，主打真人实景沉浸，玩家和 NPC 会组队推进剧情。因为追求极致真实，这里收费很贵，还搞 VIP 会员制，只接待会员用户。利亚姆定的剧本叫《玫瑰岛》，讲的是霸道男主把一个叫伊娃的年轻女人囚禁在荒岛365天，逼她爱上自己的故事。单看描述就够刺激的。我兴致勃勃地跟着丈夫往里走，里面空间很大，有10几个 NPC 和其他玩家。隔壁房间还传来女人的尖叫声，我突然有点发怵，真有这么逼真吗？见我犹豫，工作人员提议，要不这样，我们先安排个 NPC 跟赖特先生搭戏，您在旁边看看。利亚姆看向我，眼里带着询问。我点头，好啊，亲爱的，你先试试，我看看怎么演。我话音刚落，扮演伊娃的女演员就慢慢走了出来。她皮肤白皙，长相漂亮，穿了件天蓝色吊带裙，隐约露出事业线，丰满的身材很惹眼。一看见我们，她立刻摆出怯生生的表情，活脱脱就是剧本里那个娇羞的小姑娘。赖特先生，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她声音娇滴滴的。行，宝贝，你看着，我给你演示下。利亚姆点头，目光却不由自主地盯着她雪白的胸口。我心里突然有点不舒服。这女孩身材纤细，看着也就18、19岁。女人的直觉让我隐隐警惕，但还是看着丈夫走了进去。透过玻璃门，里面的剧情进展看得一清二楚。NPC 演员们都很专业，我丈夫更是入戏，仿佛真成了那个手眼通天的黑帮大佬。到了高潮戏份，他和伊娃起了冲突，利亚姆直接把他按在了地上，这是2人的单独戏份，
其他 NPC 都退出去了。灯光昏暗，根本看不清里面到底在干什么。我死死盯着纠缠在一起的两人，女人雪白的腿在半空胡乱蹬着，凄厉的求救声此起彼伏。我让你跑，让你跑，再敢逃，我打断你的腿，听见没？丈夫的吼声凶狠又逼真，好像真的完全带入了角色。求求你，救救我！年轻女孩似乎注意到了我，挣扎着朝我看来，凌乱的头发贴在汗湿的皮肤上，那可怜的模样，像是在向我求救。我以为是演技太逼真，急忙喊工作人员喊停，可他们说一旦开始就不能中断。我慌了神，直接冲到总电源开关前，一把拉了下来，整个俱乐部瞬间黑了。接下来漆黑的15分钟里发生了什么，我完全不知道，只听见里面传来女人压抑的呜咽声。利亚姆出来时，脸上还带着没满足的欲望，抱怨道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突然断电了？急什么啊？”我说：“你们演得太真了，我看着害怕，让他们停，他们不停吗？”没多久，那个年轻女孩也出来了，她眼睛通红，衣服皱巴巴的，连腿都在抖。我忍不住怀疑，他们在里面不会真的做了什么吧？我赶紧追上去拦住她：“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”这时我才看清她的工牌，上面写着罗斯。罗斯有点惊讶地看着我：“没事的，都是剧本里的内容。”赖特先生很入戏，看着他现在平静的样子，和之前在玻璃门后惊恐的神情判若两人，我心里满是疑惑。我看着罗斯径直走向后台，路过利亚姆时，两人目光短暂交汇，他却像受惊似的立刻移开了视线。因为我擅自拉断俱乐部总电源，很多玩家的剧情被迫中断，纷纷过来要赔偿。最后我赔了一大笔钱才了事。我在俱乐部道歉赔钱的时候，利亚姆在角落里抽烟，可他平时根本不抽烟。我太熟悉这个习惯了，这是他事后才会有的动作。这个情人节过得糟透了，我连烛光晚餐的兴致都没了，草草结束了当晚的行程。我和丈夫年收入加起来超过20万美元，住着独栋婚房，经济条件很宽裕。按理说，我当这个无忧无虑的富太太，该对他的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可我对感情里的背叛有严重的洁癖。那天晚上，我一闭眼就满脑子都是那声嘶力竭的求救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利亚姆怪我玩不起，开始对我冷战，还连续好几天不回家。我心里难受，就找闺蜜倾诉。闺蜜劝我放宽心，男人嘛，不都喜欢找点新鲜刺激？再说你也说了，那是正规的角色扮演俱乐部，总不能有违法的事吧？我叹了口气，跟她说已经联系了医院，准备去做皮下埋植避孕，希望能缓和我和丈夫的关系。是利亚姆坚持要我去的。医生还劝我再想想，说我还年轻，得想清楚是不是真的一辈子不要孩子。闺蜜很惊讶，说正常有生育能力的男人很少会这么抗拒要孩子。她建议我再和丈夫好好沟通下。我心里一沉，她是单纯不想负责任，还是根本不想和我有孩子？最近利亚姆经常夜不归宿，我偷偷把他的优步紧急联系人共享位置、账单共享都开了。结果发现，他工作日有好几次超过10公里的长途行程，还有多笔大额转账记录，去的地方几乎都是大型商场。我起了疑心，打算当晚就跟他对峙。可他回来时，不仅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还送了我一条3克拉钻戒项链。宝贝，生日快乐，你自己都忘了吧？还好我提前跑了好几个商场，才挑到这个礼物。他咧嘴笑着，我皱着的眉头松了点，心里又愧疚又感激。原来他跑那么多地方，只是为了给我挑钻戒。那天晚上，我们的亲密时光很和谐。他好像特意学了不少新花样，技巧明显变好了。睡前我随手点开手机，却发现他悄悄把我设置的共享位置等功能全关了，还改成了私密模式。我的心一下子就紧了，这里面肯定有问题。为了弄清真相，周末我提议再去那家角色扮演俱乐部，还约了几个朋友一起。
这次我选了个普通的悬疑惊悚剧本，价格比上次的刺激剧本便宜不少。朋友们都玩得兴致勃勃，利亚姆却一直在打哈欠。我凑到他身边小声问：亲爱的，你不是最喜欢角色扮演吗？怎么不认真玩？朋友们都是陪着你来的。利亚姆愧疚地看着我们，抱歉，可能这几天工作太累了，昨晚还熬夜做 PPT 来着。这明显是在撒谎。我昨天明明看到他吃完晚饭就倒头大睡，呼噜打得震天响，周六还起得很晚，根本没理由累。除非这种普通的角色扮演根本刺激不到他的点，所以他才没兴趣。要是这样，他平时的兴奋阈值得有多高啊？我脸色沉了下来，借口去洗手间，让工作人员替我继续玩，自己悄悄退了出来。走出昏暗的房间，我径直走向利亚姆上次玩刺激剧本的区域。为了让玩家更有代入感，这里装了透明幕布，有种在众人注视下的羞耻感。里面，我看到了罗斯。这次他扮演的是古装剧本里的 NPC， 半边肩膀露在外面，肩颈处画着模拟伤痕的妆，脸上还戴着兔子面具。我瞥了眼工作人员手里的剧本，名字叫国色，下面的台词暧昧又露骨，显然又是个刺激剧本。几个穿士兵服的男人朝他围过去，一副要欺负这个弱女子的样子，狞笑说：殿下，就算是死，我们也要死在您的床上。领头的男人伸手去摘他头上的玉簪，簪子很尖，直接挑断了他胸前的丝带。罗斯只剩一件深红色肚兜，眼睛通红，小声啜泣着：各位大人，求求你们别这样。他无意间转头，给了我一个意味深长的眼神。兔子面具被粗暴地扯掉，那张脸上满是恐惧和无助。一个又一个男人朝他围过去。灯光突然暗了下来，幕布也被拉上了，后面的事我看不清了，只听见雷声闪电的背景音里夹杂着罗斯凄厉的哭喊。我的疑惑越来越深，心里有几个问题挥之不去。我在网上查过，这家角色扮演俱乐部是合法注册的企业，按理说不该有我想象中的违法行为。可它和其他俱乐部不一样的运作模式，还有罗斯那天的反应，都让我没法放下疑心。趁利亚姆公司加班的那天，我谎称要去医院做皮下埋之前的抽血检查，实际上偷偷拿了他的 VIP 会员卡，独自去了那家俱乐部。为了防止工作人员给利亚姆通风报信，我特意戴了口罩。被问到想选什么类型的剧本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最终选了个有黑人角色的剧本，主题是强制爱。工作人员笑着问我要不要隐藏服务。什么意思？我皱起眉。很多职场女性来这解压，都爱选这个剧本的隐藏版，就是价格贵点。他神秘兮兮地解释，相信我，你肯定会喜欢的。我咬咬牙，付了将近3倍的钱，我一定要弄清这里面的猫腻。为了隐藏身份，进场地时我还戴着口罩。很快，要和我搭戏的黑人 NPC 走了出来。他叫杰克，又高又壮，长得像庄臣先生清洁用品上的模特。男人只穿了条短裤，肌肉线条分明，黝黑结实，连胳膊上的青筋都在突突跳。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往下移，落到他紧绷的短裤上时，脸一下子红了。黑人的尺码确实不一样。熟悉完剧本内容，几个 NPC 跟着我们进了房间。我特意要求选全封闭的房间，没有之前那种玻璃观察窗。走完剧本基础流程，终于到了我最好奇的刺激戏份。其他 NPC 都退了出去，房间里只剩我和这个黑人男人，我的心砰砰直跳。宝贝，你真性感，我来了。他的呼吸明显变粗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就把我举起来按在了墙上。救命！我吓得大叫，可根本抵不过他的力气。肩膀上的衣服被猛地扯破，皮肤暴露在冷空气中，我忍不住打了个寒战。一股羞耻感从头顶蔓延到脚底，我想逃，却被他紧紧箍住，粗糙的手掌贴着我的腰，还在往上摸索。